即使外界寂静无声，你的思绪是否像一片波涛汹涌的大海？你是否感到持续的精疲力竭，不是因为身体的疲劳，而是因为自己思想的沉重负担，一场在你耳边发生的内战？你是否曾意识到自己成了自身反应的奴隶，从一种情绪跳到另一种情绪，被每一个通知，每一个未被满足的期望，每一个过去错误的幽灵所绑架？这种精神上的疲惫，这种内耗，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流行病。在这场战斗中，你并不孤单，但事实是，你被困在自己建造的监狱里，一个由你自己思想的无纪律锻造出栏杆的堡垒。然而，钥匙一直都在你的手中。这种混乱的状态不是你的命运，它只是你目前的状况。想象自己是一片随风飘荡的叶子，被每一阵他人的意见，每一次批评，每一条惊人的新闻吹来吹去。你的内心平静成了一种脆弱的商品，每天为了换取外部的认可和有利的环境而被交易，让你在一天真正开始之前就变得脆弱和筋疲力尽。我们理解这种痛苦，我们明白在自己的生活中做一个旁观者的感觉是反应而不是行动。如果你感到召唤，要掌握主动权，开始转变的旅程，现在就订阅并评论你从哪个城市或国家开始建立你的内心堡垒，这是夺回你力量的第一步。但如果有一条出路呢？如果你能一砖一瓦地建造一个坚不可摧的内心城堡，一个任何外部风暴都无法动摇的精神堡垒呢？这个视频的承诺不是一个快速修复或肤浅的积极思考，它是交付一本内部工程手册，一个为你思想设计的完整操作系统，经过人类灵魂最伟大的战略家在战斗中考验。今天你将收到通往你自己王国的钥匙，我们将引导你通过内心帝王的5种精神训练，5种古老的纪律，在逆境的火焰中锻造而成。他们将把你的思想从一个混乱的战场转变为一个宁静和不可动摇的力量堡垒。忘掉现代世界试图卖给你的脆弱解决方案，你内耗的答案不在于肤浅的冥想应用，空洞的积极肯定，或仅仅掩盖潜在混乱的生产力技巧。你需要的不是创可贴，而是对你精神操作系统的彻底重新设计。解决方案是一种灵魂的技术，一门宁静的科学，由2000多年前的心灵大师斯多葛派锻造而成。这不像许多人错误地认为的那样，是一种被动接受和默默顺从的哲学。相反，斯多葛主义是一本战士灵魂的战斗训练手册，一套武器和战术，用以征服唯一真正重要的战争——你内心的战争。我们在这里的目标是完全重塑强大思想的含义，这无关冷漠、压抑情感或对世界变得漠不关心。真正的精神力量，斯多葛的力量，是建立和捍卫一个坚不可摧的内心城堡的能力。想一想，你内心的一座堡垒，墙壁如此之高，地基如此之深，以至于任何外部混乱的入侵，任何批评的箭矢，任何逆境的风暴，都无法穿透你的平静。强大的思想是哨兵、将军、建筑师的思想，他设计自己的内部圣殿，以战略的坚定和刻意的冷静来管理他的感知和反应。这是在混乱中选择宁静的力量。为了引导我们进行这次建设，我们将求助于一个人的智慧，他同时是世界上最具内省的哲学家和最强大的领导者——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他的书《沉思录》不应被读作学术论文，而应被看作他真正的样子，一位最高统帅在生命战场上的私人航海日志。这些是在军事战役寒冷的夜晚为自己写的笔记，在战争、瘟疫和背叛的极端压力下测试和应用这些原则。他没有给我们提供理论，
而是经过考验的战斗战术，用以统治我们最终能真正控制的唯一帝国——我们的内心世界。现在，旅程开始了。把这些话不当作仅仅是信息，而是对你内心存在的将军的直接命令。我们即将检查你城堡的墙壁，加固你的防御，并训练你的内部卫戍部队。接下来的每一项纪律都是你精神堡垒建设中的一个基本支柱。拥抱训练的不是，因为真正的力量正是在其中锻造的。准备好，第一项纪律是整个内心帝国将建立于其上的基础。它是将你的王国与世界其他地方分开的地图，是你为了找到平静需要内化的第一个也是最关键的真理。第一个训练在其表述上最简单，在其应用上最深刻。你必须学会像外科医生一样精确地分开，什么是你完全控制下的，什么不是。艾比克泰德，一个后来成为最受尊敬的斯多葛派哲学家之一的奴隶，教导说，所有人类痛苦的根源在于混淆了这两类。在你的领域，在你的绝对权力之下，是你的思想、你的判断、你的感知、你的决定和你的行动。在你的领域之外是其他一切，别人对你的看法、经济、天气、疾病、死亡和过去。士兵，你的任务是把100%的精力、注意力和关心都集中在第一个领域，你的内心王国。其他一切，你必须学会以平和的心态接受，就像宇宙的事实一样，像下雨或太阳升起一样中性。这是一切宁静的基石，这是伟大的解放。通过理解和实践这种分离，你从外部世界收回了扰乱你平静的力量。你成为海浪拍打但仍屹立不动的岩石，坚定于你的目标和你的内心平静。但这为什么如此难以置信的困难？因为我们从出生起就被条件化去做完全相反的事情。社会教我们从外部事物中寻求幸福，从老板的认可、帖子的点赞、汽车的地位、陌生人的意见中。我们生活在一个像我们都受危险幻觉的文化中，即我们可以也应该控制一切。这种对不可控事物的无休止追求，是焦虑、沮丧和永恒不足感的保证配方。这就像试图指挥潮汐，你只会在与自然的徒劳斗争中耗尽自己。内部冲突源于这种不协调，你的思想变成了一个战场，在那里你打着无法胜利的战争，你花费宝贵的精神能量储备来回顾过去的对话，试图预测未来，担心别人对你的看法。花费在不可控事物上的每一刻能量，都是从你在你确实控制的事情上卓越行动的能力中偷走的一刻能量。这是对自己的背叛，是对你最宝贵资源你的注意力的浪费。被动的人永远生活在敌人的领土上，像牵线木偶一样对每一个外部事件做出反应。无纪律的思想拒绝接受这个界限，它低于这诱人的谎言：如果我足够担心，我就能改变结果，或者他们对我的看法定义了我的价值。这些是你城门内叛徒的声音，破坏你的平静，削弱你的力量。认识到这种自然倾向不是软弱的标志，而是一个真正战略家的第一步。你必须像一个将军观察战场一样，以一定的距离观察这种控制不可控事物的冲动，不被烟雾和噪音所左右。把你的生活想象成一个大农场，你是农民，在你的直接控制圈里，是你选择播种的种子，你犁地的勤奋，你浇水和照料作物的专注，以及你清除杂草的纪律，你努力的质量，你工作的德行，所有这些都是你的。现在想象一下天气，阳光的数量，雨水的到来，意外霜冻或虫害的发生，所有这些都完全超出你的控制。它们是外部环境，是宇宙呈现的因素。
被动的农民、普通人整天望着天空，被焦虑所吞噬。他诅咒不下雨，或抱怨太阳太多。他对可能到来的霜冻生活在持续的恐惧中。他的平静完全取决于天气预报。他的精力花费在担忧和抱怨上，结果他忽略了就在他面前的工作：照料土壤，加固植物。他专注于他无法改变的事情，讽刺的是，最终破坏了他实际上可以影响的事情。他的收成，如果能有的话，也将是平庸的。斯多葛派的农民、自我君主则以不同的方式运作。他承认并接受天气是超出他控制的变量，他不会花费1秒钟的精力去担心云彩，相反，他将他所有的注意力和努力都奉献给他的土壤。他研究土地，选择最有弹性的种子，建造灌溉系统以备干旱，并搭建覆盖物以防霜冻。他毫不松懈地专注于他的职责，他的行动。如果风暴来临并摧毁了他的收成，他会感到痛苦，但不会绝望，因为他知道他已经尽力了。他的自尊不是来自收成，而是来自他工作的质量。通过应用这项纪律，你并不是变得被动，相反，你释放了大量的能量。这些能量以前被浪费在无用的担忧和使人瘫痪的焦虑上。这些现在被收回的能量，可以像激光一样被引导到你生活中你拥有真正力量去改变的领域。你停止试图改变他人，开始提升自己。你停止为过去悲叹，开始在现在明智的行动。你变得异常高效，因为你的力量不再分散。这第一个训练的结论是获得深刻而持久的平静，一种不依赖于你之外的任何事物或任何人的平静。通过完全专注于你的控制圈，你成为自己心理宇宙的主人。他人的意见变成只是背景噪音，命运的转折变成只是需要管理的数据，世界的混乱变成只是你执行德行行动的场景。你已经建造了你城堡的基础，你现在知道你的王国在哪里。基础已经建立，现在我们必须竖起你城堡的墙壁。第二项纪律是管理你感知的艺术。斯多葛派教给我们一个革命性的真理，不是事件扰乱我们，而是我们对事件的判断。同一个事件，一次解雇，一次批评，一次交通堵塞，可以被一个人感知为灾难，而被另一个人感知为机会或仅仅是不便。外部现实是中性的，是你的解释给它染上了好或坏、绝望的色彩。因此，你的战场不在外部世界，而是在事件发生与你对其反应之间的空间里。在这短暂的时刻里，存在着你所有的力量。正是在这里，你选择你告诉自己关于发生了什么的故事。马可·奥勒留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如果你因外部事物而痛苦，那么痛苦并非来自事物本身，而是来自你对它的评价。这是你的秘密武器，选择你的解释，从而指挥你的情绪的能力。这里的挑战是巨大的，因为我们的大脑在默认情况下是一台自动做判断的机器，它瞬间反应由生存本能、过去的偏见和社会叙事驱动。当有人批评你时，自动的反应是感到被攻击、被冒犯、被贬低。当你在任务中失败时，默认的判断是我是个失败者。这些反应就像条件反射，在你的意识、你的高级自我有机会干预之前就被触发。这样生活就是以自动驾驶模式生活，成为你未选择的反应的奴隶。内部冲突是与这种默认编程的斗争，它是有意识的在刺激和反应之间插入一个停顿的努力。无纪律的思想想要戏剧，它以愤慨、自怜和恐惧为食。他喜欢从中性的信息中
创造灾难性的故事。一个表情严肃的老板变成我快要被解雇了，电话另一端的沉默变成他们生我的气了。对抗这种倾向需要不懈的警惕，就像城墙顶上的哨兵，检查每一个试图进入城堡的思想。克服这种自动的反应性是哲学家、战士的真正工作。他要求你成为自己思想的侦探，质疑你第一印象的有效性。这个判断真的正确吗？有没有其他方式看待这种情况？这种感知是在帮助我，还是在伤害我？提出这些问题，就像在黑暗的房间里点亮一盏灯，揭示你所害怕的怪物只是影子。这是一项日常训练，一种不断将思想从破坏性解释转向有用和有德行的解释的实践。想象一下，你正在路上开车，突然另一辆车鲁莽地插到你前面，几乎造成了事故。我们称这辆车的司机为克劳迪奥。自动的反应，默认的感知是立即的，真是个白痴。他根本不尊重任何人，他差点害死我。这种及时的解释立刻释放出一连串的愤怒，你的心跳加速，肌肉紧张，你可能会开始按喇叭大喊，甚至可能去追那辆车。几分钟甚至几小时，你的内心平静被一个你再也见不到的陌生人彻底摧毁了。现在让我们应用第二项纪律，事件本身是中性的。一辆车突然变道，这是事实。判断他是个不尊重的白痴，是你的故事，你的解释。斯多葛派的战略家插入一个停顿，他观察到最初的愤怒反应出现，但不认同它。相反，他问自己，这里有什么替代的更有用的解释？也许克劳迪奥是一位父亲，正赶往医院，因为他的孩子有紧急医疗情况。也许他刚刚收到了他一生中最坏的消息，因为痛苦而分心驾驶。或者也许这是所有感知中最强大的，克劳迪奥的行为与你完全无关。他只是一个过着自己生活的人，有他自己的缺点和优点。他的路与你的路短暂地交叉了1秒钟，他犯了一个驾驶错误。故事结束。通过选择这种解释，你的愤怒会怎样？它消散了，它再也没有燃料可以燃烧。你没有把你的内心平静的控制权交给一个随机的司机。你保护了你城堡的大门，观察了愤怒的围城军队，并决定不开门。这种精神练习，如果持续实践，会从根本上改变你的生活体验。你开始意识到，你的大部分情感痛苦不是由世界引起的，而是由你强加给他的叙述引起的。你不再是环境的受害者，而成为你自己体验的建筑师。别人的批评，与其说是个人的攻击，不如说是可以看作是你改进的宝贵数据，或者仅仅是一个人的意见，属于他而不属于你。一次失败，与其说是你能力不足的证明，不如说是一次重要的教训。这一项训练的强大结论是，你成为你生命中意义的主宰。你学会了，虽然你无法控制事件，但你对这些事件对你意味着什么拥有绝对的控制。这种感知是你可以在你城堡周围建造的最高的墙壁。有了它，你变得情感上有弹性，能够以一种在他人看来超凡的冷静和清晰来面对混乱和逆境。你不再受世界的摆布，你是你自己旅程的大师级解释者。随着你城堡的基础已经建立，墙壁已经竖起，现在是时候建造瞭望塔了。从这座塔上，你将观察时间和存在的全景，这种视角将给你带来不可动摇的力量和宁静。第3项纪律是无常的实践，即有意识的默观万物
短暂的本质。斯多葛派教导我们定期思考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所爱的一切，以及我们所视的一切，都处于不断流动的状态。财富、健康、关系，甚至生命本身，一切都是宇宙的借贷。这项训练不是关于变得悲观或病态，恰恰相反，它是一种工具，用以产生对当下时刻深刻而生动的欣赏。通过认识到一切都是短暂的，你停止把事情视为理所当然，你更有存在感地拥抱你所爱的人，更谦卑地品味你的成功，并以这也会过去的视角面对你的挑战。默观无常消除了过度的执着，这是如此多痛苦的根源。当你拼命执着于某样东西时，你生活在不断失去它的恐惧中。这里的内部冲突是我们对变化和损失的本能否定。我们在一个根本上无常的宇宙中渴望永恒，我们希望美好的时光永远持续，我们所爱的人永远不会离开我们。这种对现实本质的抗拒，就像试图用沙子筑坝，这是一场筋疲力尽且注定失败的斗争。无纪律的思想以悔恨紧抓过去，以焦虑渴望未来，完全忽略了他唯一真正拥有的东西——当下时刻。这种抗拒表现为持续的不满足。当事情顺利时，我们害怕它们会结束；当事情不顺时，我们害怕它们永远不会改变。我们总是与现实不合，希望它与实际情况不同。这场斗争造成了持续的内耗，耗尽了我们的精力，阻止我们找到平静。无常的实践训练我们放弃这场斗争，与生命的流动保持一致，而不是与之对抗。这是勇气和智慧的行为，接受现实本身的条款。为了克服这种抗拒，斯多葛派实践他们所谓的 premeditatio malorum， 即对坏事的预想。这并不意味着担心未来，而是冷静地想象你最真实的东西的潜在损失。想象一下，没有恐慌，你的生活没有了你的工作，没有了你的房子，甚至没有了你所爱的人。目的不是为了造成痛苦，而是为了产生两个强大的结果：首先，增加你对现在所拥有的感激之情；其次，在心理上为你准备好迎接变化的必然性，让你在逆境真正到来时更有弹性。想象一个建在海滩边的宏伟沙堡，它很复杂，有高塔和精细的墙壁。建造者一个孩子投入了数小时的努力和创造力来创造它。现在想象这个孩子的两种不同心态。第一个孩子拼命执着于他的城堡，他知道潮水正在上涨，这个事实让他充满恐慌和痛苦。他试图建墙来阻挡海洋，对海浪大喊：水每前进1厘米都是一种折磨。当海浪最终摧毁他的创作时，他崩溃了，感觉失去了一切。第二个孩子，年轻的哲学家、战士，有不同的方法。他也用最大的关心和奉献建造了他的城堡，享受着创作过程的每一刻。然而，他是在完全意识到潮水会涨的情况下建造的。他明白沙堡的本质是暂时的，他不是害怕海浪的到来，而是以一种宁静的敬畏观察它。他在它存在的时候欣赏他的创作。当水最终带走他时，他感到的不是绝望，而是一种平静的接受。他知道明天他可以再建一个城堡。他在创造的行为中找到了快乐，而不是在拥有的创作中。我们就是海滩上的那个孩子。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关系，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财产，都是沙堡。我们可以带着恐惧和焦虑执着于它们，与不可避免的变化潮流做斗争，或者我们可以在拥有它们的时候充分欣赏它们，带着它们是无常的智慧。后一种方法将我们从失去的恐惧中解放出来，让我们能以更多的勇气、更多的感激和更多的存在感生活。美不在于城堡的永恒，而在于建造它的喜悦。
这项纪律的应用将你牢固地锚定在当下，你停止将你的幸福推迟到不确定的未来。当我得到那个晋升时，我会幸福的，并开始在此时此地找到它。每一餐都成为正念的机会，每一次对话都成为真诚连接的机会，每一项任务都成为实践卓越的领域。无常不是诅咒，而是伪装的祝福，因为它赋予我们存在的每一个短暂时刻以巨大的价值。它提醒我们要充实的生活，在潮水上涨之前。通过掌握这种实践，你建造了你城堡的瞭望塔。从这个高处，你看到了生命的全貌，你看到快乐的高峰和悲伤的低谷都是暂时的。这种视角赋予你一种情感上的稳定，不会被当下的环境所动摇。你变得像一座山，见证着季节的变迁，生机勃勃的春天，炎热的夏天，忧郁的秋天和严酷的冬天，但其本质根本上保持不变。你在接受生命之流中找到了平静。现在你的城堡有了地基、墙壁和一座瞭望塔，我们需要确保它不仅是一个防御结构，而且是一个力量的发电厂。第4项纪律也许是斯多葛派武器库中最具革命性的将障碍转化为燃料的艺术。马可·奥勒留精辟地总结了这一原则：对行动的阻碍促进了行动，挡路的东西变成了路。这意味着生活抛给你的每一个困难、每一次失败、每一次危机都不是你路上的障碍，而是路本身。这是韧性的伟大秘诀。普通人被逆境削弱，他把它看作一种惩罚，一个放弃的信号。而哲学家、战士则被他加强，他把它看作一种训练，一个实践德行的机会。一次侮辱成为实践耐心的机会，一次经济损失成为关于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教训，一场疾病成为勇气和韧性的试验场。逆境不再是你的敌人，而成为你的训练伙伴，你最宝贵的陪练。冲突自然的在于我们对痛苦和不适的本能厌恶。我们的大脑被编程为寻求快乐和避免痛苦。当面临障碍时，我们的第一冲动是抱怨、责备他人或寻找最容易的逃生路线。我们想要平滑的生活，没有摩擦，没有挑战。但没有挑战的生活是没有成长的生活。从未受过压力的肌肉会萎缩，从未磨砺的剑会变钝。对舒适的不懈追求是通往软弱和平庸的最快途径。无纪律的思想将障碍视为不可逾越的墙。他说：“因为这个，我无法继续。”他让自己被恐惧、沮丧或自怜所瘫痪。这种受害者心态将所有权力都交给了障碍，将一个简单的外部事件变成了一个统治你情感状态和行动的暴君。克服这种编程需要一种激进的观念转变。它要求你看着那个正在阻碍你的确切事件，然后问：我如何能利用这个来为我服务？这给了我实践哪种德行的机会。这种精神上的重塑是区分那些被生活压垮的人和那些在每一次挑战中都变得更强大的人的关键。这并不是假装痛苦不存在或表现出虚假的乐观，这是关于接受困难的现实，然后刻意选择专注于你对它的反应。逆境揭示品格，它不创造品格，它只是展示了你是由什么构成的。因此，每一个障碍都是一个邀请，让你发现并展示自己内在的力量。想象一场森林大火，对于大多数生物和植物来说，火是纯粹的毁灭，是一场灾难性的事件，摧毁了它路径上的一切。它是最终的障碍。普遍的看法是，火是终结。然而，在自然界中，有某些树种，如山地松，其生存依赖于火。
它们的松果被一层坚韧的树枝密封，只有在火的极端高温下才会打开。火，这个巨大的障碍，是唯一能让树的种子被释放，落入肥沃的土壤，并孕育出新森林的机制。对于这棵树来说，障碍不仅是一条路，它是再生和成长的唯一道路，却是孕育新生命的火。这是第4项斯多葛纪律的完美比喻。你的问题，你的危机，你最深的痛苦，它们就是你的火。你可以让自己被它们吞噬，化为灰烬，或者你可以像山地松一样，利用逆境的热量来释放你力量、智慧和韧性的种子，在你危机留下的肥沃土壤中种植一个更强大的自己。当你采纳这种心态时，一切都变了。一个失败的工作项目不再是你无能的证明，而是一堂关于你弱点的极其诚实的课。现在你可以纠正这些弱点。一段结束的关系不是你爱能力的终结，而是一个了解自己、了解你的模式，以及如何在未来成为一个更好伴侣的机会。来自同事的严厉批评不是需要反击的攻击，而是免费的反馈。如果用智慧过滤，可以用来提升你的技能。生活从一系列需要避免的问题转变为一系列需要克服的挑战。你开始拥抱困难，不是因为你是受虐狂，而是因为你明白是成长的代价。你对自己处理生活所呈现的任何事情的能力产生了一种沉默的自信，因为你知道每一个挑战都带有新力量的种子。你变得反脆弱，一个不仅能在混乱中生存，而且因此变得更强的系统。这项纪律的结论是获得真正的自由。你不再害怕失败、痛苦或困难，因为你学会了将它们转化为力量。你的内心城堡现在在其中心拥有一个锻造厂，在那里，逆境的原始材料被转化为德行和智慧的武器和盔甲。你不再祈求更轻松的生活，而是祈求有力量去承受有意义的生活。你在一个深刻的层面上明白，生活的挑战不是被派来摧毁你的，他们是被派来让你发现你真正是谁的。我们现在来到了你城堡的心脏，自我君主做出决定的王座室。所有其他结构都已就位，我们需要一个指导原则，一个指导你所有行动的最高法则。第5项也是最后一项纪律，是使用责任或德行作为你唯一的罗盘。这意味着做正确的事，不是因为你感觉良好，不是因为你期望得到回报，而仅仅因为它是正确的事。你的行动应该由理性和品格引导，而不是由你情绪的短暂奇想。斯多葛派确定了4种基本美德：智慧，知道什么是好、坏和无所谓的；正义，公平和善良地对待他人；勇气，面对恐惧去做正确的事；和节制，适度和自律。这4种美德构成了罗盘。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决定中，你不是问我想做什么或什么更容易，你问智慧、正义、勇气和节制现在对我有什么要求。这是一个有目的和正直生活的基础。内部冲突是理性与激情、责任与欲望之间永恒的战斗。我们的情绪是强大而不稳定的力量。恐惧告诉我们逃跑，懒惰告诉我们拖延，愤怒告诉我们攻击。如果我们允许这些感觉支配我们的行动，我们将变得不可靠、不一致，并最终变得软弱。生活在你的感觉的支配下，就像试图驾驶一艘没有舵的船，被每一波情绪抛来抛去。这是混乱和悔恨的配方。无纪律的思想在行动前寻求动力，他等待感觉想去健身房进行那次艰难的对话，开始那个具有挑战性的项目。但动力是一个善变的情人，它来来去去。哲学家暂时不依赖动力，他依赖纪律。纪律是做需要做的事儿，不管你是否想做。
这是将你短暂的感觉置于你永恒的价值观之下的行为。这是生活中任何领域真正专业人士的标志。克服对感觉的这种依赖，需要建立坚实的品格。这意味着致力于一个个人行为准则，并在困难时也尊重它。它是在闹钟响起时起床，即使你的身体渴望更多的睡眠。它是在你感到恼火时也尊重地对待某人。它是信守诺言，即使这变得不方便。每一次你选择德行的行动而不是情感的舒适，你都在加强你的品格并巩固你的自制力。想象一位船长在一个黑暗暴风雨的夜晚航行，海浪巨大，风在咆哮，雨水边打着甲板。船长感到害怕，他很累，他感到一种压倒性的欲望，想要放弃舵轮，躲在他的船舱里。他的感觉在对他尖叫着放弃。船员们看到他眼中的恐惧，开始恐慌。船没有一个坚定的向导，正处于灾难的边缘，即将被风暴吞噬。这位船长被他的感觉所统治。现在想象第二位船长在同样的情况下，他也感到恐惧，他也感到疲惫。他是人，然而他拥有第一位船长所没有的东西，一个罗盘和一个明确的目的地。他的罗盘是他的责任，他的船员和他的船的安全。他忽略了他感觉的尖叫，他紧紧地抓住舵轮。他的眼睛不是盯着可怕的海浪，而是盯着罗盘上稳定的指针。他向他的船员发出清晰冷静的命令，他的坚定成为所有人的力量源泉。他不是凭感觉航行，而是凭他知道是他的责任而航行。这第二位船长就是自我君主。风暴是生活的环境，他的感觉是恐惧和逃跑的欲望。罗盘是美德。以德行行事，并不意味着你不会感到负面情绪，这意味着那些情绪将不再有能力控制你的行动。你承认他们，接受他们作为人类经验的一部分，但选择基于你的原则而不是你的冲动来行动。这项纪律是连接其他所有纪律的纽带，它是斯多葛哲学的实际应用。时时刻刻控制的二分法告诉你哪里该行动。感知的管理清洁了你的视野，无常的实践给了你视角，障碍的转化给了你燃料，而责任的罗盘告诉你该走哪个方向。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用以优雅、尊严和高效地驾驭生活的复杂性。这项训练的最终结论是获得不可动摇的自尊。你的自我评价将不再来自你行动的结果，这通常超出你的控制，而是来自其背后的意图和德行。你可能会在任务中失败，但如果你以勇气行动，并尽了最大努力，你保持了你的正直。你可能会被批评，但如果你以正义行事，你的良心是清白的。你建立了一个如此坚实的品格，以至于你的内心平静不再是可协商的。你已成为你灵魂的船长，由德行的北极星引导，在任何风暴中都屹立不摇。你已经收到了建造你内心堡垒的钥匙、工具和蓝图。我们经历了控制的二分法的基础，竖起了感知的墙壁，建造了无常的瞭望塔，点燃了将障碍转化为燃料的锻造厂，并最终在你指挥中心安装了责任的罗盘。从被动的人到自我君主的旅程不是一次性事件，而是一种日常实践，是每天早晨更新的决定。对抗内耗的战争不是通过一场战斗赢得的，而是通过持续的纪律，即看守你的大门，管理你的思想，并无论外部风暴如何，都以德行行事。现在，知识要求行动。建造你内心城堡的旅程始于一个有意识的决定，一个权利的第一个行动。因此，我挑战你现在就宣布你的主权，拿回属于你的权利。去评论区写下我统治我的思想，
作为你作为内心世界主宰的第一个官方法令。要明白，这不是给算法或给我的评论，这是你与自己签订的合同，这是你对更强大、更宁静的自己的忠诚誓言，一个公开声明，你将不再是你反应的奴隶，而是你回应的主人。如果这个信息像一个唤醒你内心哲学家、战士的号角，请留下你的点赞，作为对这次训练的认可印章，并订阅，以确保你不会错过我们未来的任何战斗策略。对于那些坚持到最后的你们，请通过评论“我坚持到了最后”来履行你的承诺，让其他人知道这是一个由专注的个人组成的社区。最后，分享这个视频，不要把它想成一次分享，而是一位领导者的行为。他在找到了走出混乱的地图后，把它提供给其他仍在战场上迷失的士兵，以德行行事。我们下次训练见。